对面魂王虽然败下阵来，但他的魂之道法依旧可以在绝境中重生再放大，无数幽影般的魂魄围绕着他，发出凄厉的哀嚎。他的身影在萧炎的火焰攻击下时隐时现，似乎要与这片天地融为一体。突然一声巨响，萧炎的大道神力如破空之剑直击魂王，空气中传来刺耳的笑声，火焰仿佛能够焚尽一切，包括空间和时间。什么？还没等魂王有所反应过来，他的身影已经被击飞出去。他那被大道神力侵蚀的巨大魂体开始扭曲，脸上露出一丝狰狞之色，几乎要消散在风中。最终魂王重重地落在了这片鬼魂森林的晶体之上，那里顿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坑洞。尽管败势已定，但魂王的表情却没有丝毫的惊慌，他的眼中依旧闪烁着不屈的光芒，甚至他的嘴角还勾起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。显然这场战斗对于他来说不过只是一场小小的挫折，而想要真正的伤害他，对他而言似乎微不足道。没想到你们三人的大道之法如此的特别，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你的实力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，能够提升大道神力。虽然我被你们击败了，不过你们想要在神冥界中伤到我却是无法办到的，因为我可以借助这神冥道法瞬间复原任何的伤势。魂王缓缓地从晶体的深坑中站起，魂体虽然有所扭曲，但他的眼神并没有认输的意思，仿佛下一刻就能重新凝聚力量，再次挑战萧炎、灵动和沐尘三人的神冥道法。听着魂王的讲述，似乎意思是说，想要在神冥界根本无法伤及对方。这地方果然充满着诡异神秘啊！小家伙，他说的没有错，这神冥界乃是大纣诞生时就非常特殊的存在，是掌管大纣中任何一方的万魂之地。所有死去的生灵万物，他们都会保留一道魂魄来到这个最终之路，一旦踏上此路，就没有任何的回头路。而在这里生存的可都是另类神灵啊，这些神灵都拥有神冥道法。这个神冥道法可以说是神冥界的法则，在这个法则中，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中的万物神灵抹除击杀。所以你们三人虽然拥有着非常强大的大道神力，但是有神冥道法在，你们的大道神力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。此时坟老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，为萧炎解释起了神冥道法的奥义。神冥界的法则，萧炎的表情有着微微的变化，那是一种对新事物的认知变化。虽然他还不了解法则的奥义，但是既然是法则，那绝对是大纣中最顶级的存在。没错，即便是造化规则之法，在无上法则面前也难以撼动，甚至造化的规则还会被无上法则改写。坟老继续讲解道文言，萧炎终于是大吃一惊，他的脸上有着掩盖不住的惊骇。没想到连造化规则都无法撼动这里的神冥界法则，那么他们还只是大道之法，更不可能会将法则之下的神灵击杀了。现在的萧炎，他们又陷入了一场极其被动的局面。如果不能彻底的击败眼前的魂王，那岂不是他们永远到不了三明鬼府了吗？坟老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不然即便我们的大道神力可以压制魂王的魂之道法，可是他依旧在神冥界的法则之下复原一切，这样下去根本没完没了。面对着神冥界的道法，萧炎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，只能请教这位焚绝之灵坟老。但是坟老的声音却也是传来无奈，他摇摇头道：没有办法，神冥界的法则乃是那位无上传说冥神所布下的法则，想要破了这个法则根本就不可能，因为法则在大纣中乃是无上的存在，最高的无上之境，所以想要破解神冥界的法则，也必须需要无上之境的法则力量，才能够有机会打破这里的神冥界法则。不然，虽然坟老没有将后面的话说出来，但萧炎的心里已经明白，所以这里的神冥界法则根本破不了。如果破不了，那么魂王就会无限的复活，这样子的话，萧炎他们也根本无法抵达三明鬼府。如此一来，复活虚儿彩铃他们的事情就无法实现，但这个事情萧炎也绝对不会让其发生。他来此就是为了复活身边的那些重要之人，他不会放弃。无限复活，神冥界的法则，拼了！萧炎其实也没有想到任何的办法，现在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用尽一切解决掉眼前的事情。萧兄，对方能够复活，想要击败他怕是很难。灵动那双眼眸中充斥着神秘深邃的星空世界，但现在也没有办法为萧炎解决掉眼前的这个难题。同样，沐尘也是如此，他们也只能静静地看着不远处露出得意笑容的魂王，轻声地说道：至于吴雪，他现在的心中也有些不好受。他看着萧炎现在的低沉神情，就知道他的心里应该非常的不好受，但现在他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也为他着急想办法。可是这里的法则那是无上布下的，他们没有任何的办法。萧炎双手紧紧握拢，表情愈发的不可收拾，因为接下来他要施展两个大道灵凶。沐尘，我需要你们助我，虽然不可能，但是我也要试一试。灵动、沐尘二人立马点头。武之道和元始之道已经在他们周身不断的从天地中汇聚而来，那声势浩大无比。而萧炎双手一摊，一股强大的玄妙道法立马在左手中蓄势待发，5种火焰从他的掌心喷薄而出，分别是白色的幻虚神火、绿色的万化神火、混色的三昧神火。
紫色的灭世神火以及黑色的诛心神火，5种火焰环绕着萧炎，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焰漩涡，旋转着吞噬着四周的一切。这5种火焰分别蕴含5种神火的各自恐怖毁灭的力量，他们在萧炎的操控下凝聚成了一股强大而玄妙的道法力量。